大家好啊，在美国时间啊，就是4号周三，当地时间啊，发生了一起枪击案，在美国的乔治亚州阿巴拉契中学呢，有一名14岁的少年手持 AR-15步枪，枪杀了2名老师、2名学生，造成9人受伤。那这个案子呢，应该说在这么一个关键时期呢，立刻轰动了美国。阿巴拉契中学啊，它是位于亚特兰大东北部大概80公里的这么一个位置啊。我们看一下美国的地图啊，这个我们标出来这个区域呢，就是乔治亚州，可以看到它是有一部分的入海的啊。那么这乔治亚州过去啊是红州啊，就是共和党这个传统票仓，也是美国独立时期13个州之一，它的首府是亚特兰大。而这个州啊，2020年呢成了摇摆州啊。那么2022年呢，民主党籍的叫拉斐尔·沃诺克当选为这个州的首位的非洲裔的参议员。那么这次枪击案发生啊，大概是当地上午时间9点45分左右。这个嫌疑人叫科尔特·格雷啊，他就离开了教室。等他回来的时候呢，发现他带了一把 AR-15的半自动步枪返回了。前几天就是7月份枪击这个川普的那个枪也是这个型号的 AR-15啊。所以当他拿着枪回来，试图回到自己教室的时候呢，有个女生呢要给他开门，后来一看他拎着枪赶紧往后退一步，把门哐关上了。关上之后呢，他就转身向隔壁班开枪了。隔壁班可能是开着门的，所以看起来啊，他这次开枪有点随机性也不好说啊。目前来说呢，这个嫌犯已经自首被活捉了。那之前说呢，这个嫌犯呢，可能是被击毙了啊。那么事情发生之后我们给大家看的就是这个警察就来了之后呢，就把学生呢疏散在了这个隔壁的这个体育场因为不确定别的学生是否还带有武器怎么样的，让大家赶紧躲起来，然后呢好清场所以这么一起案子呢，在这么一个关键时期发生又给大家就是带来了非常大的这个震动。大家知道，在美国两党关于枪支问题它是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共和党他就支持宪法里边的这个修正案就关于老百姓可以持枪的这个说法。那么在美国这个大规模枪击案中持枪者平均一次枪杀是4个人。那么以往发生的枪击案一共导致了这是2013年的统计870人死亡，其中142人为儿童或青少年。那么在这个枪击案中呢，所有的这个场所包括公共场合、工作单位和学校排第3位那么共和党当然他是支持公民持枪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两党关于这个持枪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微妙了尽管还斗嘴硬，各自的立场呢都在冲申，但是发生一起又一起的案子，那么在学校枪支案上，两党的观点还是基本一致的，还是认为呢应该控制不能让这种枪击成为常态。所以在枪击案发生之后美国总统拜登也发表声明说，美国不能接受学校这种致命枪击案成为常态。那美国司法部长也谈到了这是一个令人可怕的悲剧哈里斯好像也有说法，但是我还没有看到川普的说法那么在这个枪击案过程中家长呢都开着车，听说之后都担心孩子，开着车呢就是向学校赶。你可以看到在整个路上这个已经把这个学校周边的路给堵上了很多车呢都被堵在路上，因为现场还没有清理完嘛，家长比较担心。这是体育场，把学生呢后来这个引到了体育场之后呢开始清场开始进一步检查。刚才我们说过这个枪击和车祸自杀一直是美国15岁到19岁男性青少年的3大死因。这个说的很准15岁到19岁美国男性青少年的3大死因。那在中国呢，主要是车祸和自杀了，是吧？那在9月份这个刚开学，这个上
上旬啊，在美国和中国啊都发生了针对学生的这种这个惨案啊。那么我们前2天讲过这个佛山中学的这个案子，所以呢，在对待枪的问题上啊，实际上也是一方很难说服另外一方的，就跟我讲的你信或者不信一样。你要有那种固定的观点，别人很难改变你，很难讲逻辑。什么叫很难来讲逻辑呢？你比如说最近有一个热点人物叫李阳李阳疯狂英语嘛，李阳老师。李阳呢，他就说了一句引发了众怒，叫所有的游戏都是坏游戏，没有什么好游戏坏游戏之分。他这句话立马引爆了舆论，应该说他也会抢热点。那当然问题是，他引爆逻辑之后呢，你说李强他讲这个话他可能他是相当的懂人心，知道他的目标客户是家长，所以他说的话一部分家长或者说是大部分家长可能都认同他的说法当然你孩子是学霸除外所以他不是给这些学生说的，这学生可就不干了。那很多人不知道李阳是谁，结果一引导一搜原来你家暴过，好嘛，大家立马逻辑不在线了，讲什么呢？打游戏没意思，打人有意思是吧？你看这就是什么呢？就是老百姓的逻辑，或者是就为了爽为了梗他不讲这个道理，你知道吧？李阳是个坏蛋，那坏蛋难道就不能说一句好话了吗？当然我不是说所有的游戏都是坏游戏是一句好话而我是说他表达的问题和他是家暴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呢？所以咱们这个学校没有逻辑课这是一个大的，不能叫遗憾，是一个大的特点实际上就是说李阳说游戏是坏的，那也有人说是枪支是坏的，也有人说菜刀是坏的，甚至有人说开车都是坏的。你看开车还能造成6名家长5名学生死亡的，对吧？实际上呢，这个枪和游戏一样，甚至和菜刀车轮一样，你看他在手里边，在谁手里边，他去干什么事儿，对不对所以在美国有各种各样的统计，当然我这个数据不是最新的就关于美国massive 这个 shooting 就是大规模枪击案的统计，有各种各样的统计。那控制枪很多的这个就是两方的立场都是比较的，你是非法获得的枪支犯罪率高呢，还是合法的枪支犯罪率高？所以这些统计一方是很难说明另一方的，都有各自的说法这是美国过去的一些各个州的这个枪击案的统计，从里边看到确实是触目惊心，真的是枪击每一天但是车祸每一天有时候比枪击每一天死的人还要多大家这是发生就是枪击川普和枪击这次枪击案里边用的这个枪支，就这个 AR-15， 就这个枪所以呢在目前为止警方呢还没有太多的说法关于这个青年14岁的这个格雷，他这个嫌犯他枪击的原因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来做14岁的这个少年，他是模仿还是报仇还是其他的原因？目前都还没说那么在乔治亚州它虽然是一个传统的红州，但是这个近2-3年我印象中这个大规模的枪击案不多，但是之前是有的。所以在美国大选关键时期，大家知道9月10号美国2党候选人哈里斯和川普将有一个面对面的辩论他们正在紧锣密鼓的训练，咋训练呢？找一个对手模仿他，比如说川普他要找一个女性的辩手，熟悉民主党政治的，俩人来辩。那哈里斯肯定要找一个类似于川普的这样的这个比较硬来跟他辩。那么现在关键时期本来2党对于枪支的管理都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发生了这个枪击案肯定会成为他们辩论中的一个焦点之一。所以呢，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川普的表态，我估计他很快就会表态，而且呢将在未来的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以及后续的这个竞选活动中会起到一个一定的，不能叫关键的作用，会起到一定的影响。毕竟就是说谁还没个孩子呢，是吧？看到这个事儿，我讲这个佛山中学的这个事故和这个枪击案，就所有的家长心情都是颤抖的都是颤抖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枪击案发生之后整个这个现场车都把路堵上了，你就理解这些家长的这个想法了，是吧？那么在事后呢，这些乔治亚州这个就是这个叫这个市叫这个市应该叫什么市呢？叫温德市温德市的这些
这些这个老百姓啊，就到这个体育场主动来悼念这个事儿，啊，这是关于美国乔治亚州温德市阿巴拉契中学的枪击案的一个简单介绍。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